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你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武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陈柏惟你好。OK， 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大概现在大家都在等一件事情。立法院现在要讨论的所谓的助理费除罪化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走到了什么一个程度？前2天的新闻是说，是不是要暂缓提案啊？类似这些，今天再出来一则新闻，告诉你说也没有什么要暂缓提案，也没有什么要撤案。这陈玉珍大辣直接告诉你说他没有要撤案。那助理们要不要联署啊？要不要希望他们要撤？那是他们的权利 ，OK？ 但提案是立法委员的权利。而这件事情，大家在前几天也看到，对白银来讲，黄昌主席直接讲公款公用，所以这个案子不会跟着一起走。那大家要看的就是投票那一刻呢，如果真的都成案了，如果真的要到表决的时候，投票的时候大家会是怎么样一个表态？但这个案子真的要走到投票吗？朝野之间大家各自立场到底会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一段？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提案委员陈玉珍委员，包括民进党主席黄昌对于这件事情什么看法？来，台湾民众党一个最重要的坚持，除了制度化以外，更重要的坚持是一定公款公用的原则。没有任何退缩的空间，也不能说是为哪个党派修。我们说，在国会的部分也有蓝的，也有白的，也有绿的啊。在地方的部分有300多位的议员有犯这些法嘛，哦，那各党各派无党派，什么党派都有。不要说污名化说好像这些所谓提案的或是联署的委员就想要自肥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提案是我们的权利嘛，哈。那当然请我们撤回是他们可以诉求的嘛，哈。那我不会撤回提案。来一下，刚才没有听到陈政委员就直接说了这句话，跟你讲，不是为哪一个党派啊，蓝的、白的，连绿的也有啊，甚或现在这个法案要再往下，包括把地方议会的议员全部都纳进来，也就是说款项全部都进地方议会的议员的口袋。好，那等一下委员可以表达一下这些对地方议员会怎么看法？刚才有没有听到为什么要把它往下到地方议会？因为有300多位议员也犯这个法哦，现在就是犯了这个法，我就修就好啦。对，陈玉珍不只说要修法，不是只要修他立委的法，他连地方民意代表的知己条例，也就是议员的特别助理费案，他也要全部解套。是，我就问过，有问过议员吗？有问过2个议员吗？那为什么立法院你们可以决定议员的相关的助理的知己要用什么样的制度？这些东西，第一个。请陈玉珍先跟所有台湾的议员道歉，包含你金门的议员，没有300多个啦。这一届总共910个议员，只有28个议员犯案，不到3%。你好像弄到300多个，好像1/3的议员都好像那个犯法一样，害我以为詹委员那么苗博雅都有事情嘞，不是嘛？太过分了，陈玉珍怎么这样污名化所有的议员，不是吗？哪有300多位？才910个议员，你会让外界怀疑是不是所有议员都丢掉嘛？根本不是嘛！特别是你就是为了你们立法委员，尤其是高虹安，尤其是严宽恒来做相关的解套动作嘛，所以你才追溯5年。追溯5年，我直接讲童仲彦不是很冤，都关出来了，结果解不到我，那我关了要找谁赔？不是吗？所以不要再讲这些话。犯罪有犯法，不是所有人都有犯法，不到3%的人犯这个相关的法令，而每一个人在法庭里面有相关每一个个案不同的状况，他可以去做法庭上争取他的权益。但是犯法就是犯法，守法有这么困难吗？哪有人不守法，然后叫立法委员自己来修改这相关的法令的？所以陈玉珍你不要再讲这个法，这个我直接讲叫做贪污除罪3法。而且不止2个法了，不只是所谓的立法委员的助理费案，或者是议员的助理费案，他今天再提出公职人员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就是所谓的缓刑，你就可以参选，就肃清权条款嘛。这个合起来叫做贪污除罪3法。陈玉珍你留名青史啊！第一次有一个国会议员在立法院里面提出3个贪污除罪的法案，就是你陈玉珍。而这件事情对谁的影响最大？当然是助理们影响最大嘛。
过去助理费都直接汇到助理的户头里面，助理可以自行决定要怎么支用，我要去玩就去玩啊，我要养家就养家。你助理不用回图给立委，你助理不用看老板的脸色，除非工作上面嘛。但是老板核定多少薪水，这些薪水就直接由立法院核定给你立委里面嘛。他这一次修法直接修改到给委员。这直接汇到委员的户头，所以你以后助理要拿多少薪水，这个月多少，下个月多少都不一定，因为立委说了算。我这个月给你3万，下个月给你5万，这个月给你5万，下个月给你2万，都是老板说了算。而且不止这样啊，他把名额的限制也取消了。我们都知道，国会立委议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服务做好嘛，要把法案写好嘛。那这些需要人力，所以在助理费的相关的规定里面有规定，所谓的公费助理要编到6到14名，每一个人薪资不一样，表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力来帮忙议员、帮忙立委做问政的工作嘛。但是他把它删除掉了，也就是说，未来你也可以聘请0位，全部都是便当助理啊，便当助理不用付钱，所以每个月将近这些助理费全部都归立委所有。那每一个立委现在一年的薪水可以高达多少？700多万呢，开玩笑，从每个月20万，每年大概360万，现在直接加倍乘以2，变成700多万的薪水，全部给立委去使用。这些当然会影响到大量助理的反弹嘛，因为助理工会他们其实叫做工会，他们享有劳健保相关的劳基法的保障嘛，他们有争议跟立委有争议，也可以请劳工局来介入。我们都知道叶元之前阵子就被台北市劳工局来做相关的调查嘛，这些都是助理的权益，所以助理工会整个的反弹尤其反弹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谁讲的？傅昆萁讲的，他说这是进步法案这个保护助理工会所以助理工会听不下去嘛。什么叫进步法案？你一次打回到30年前，而且建立这个制度的人是谁？要肯定国民党当初的助理叫做李新，当初所有的助理工会的建立都是李新所建立，他已经过往了。李新建立到现在，很多助理还在讲李新哥对我们多好，帮我们建立了这个助理工会，帮我们建立了这个制度。而韩国瑜知不知道？韩国瑜知道，从第1届民选立委之后，他们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制度。然后建立完之后，韩国瑜是第2届嘛，我是第1届的立委的助理我是那个苏焕智的助理，我30年前也做助理，那时候就直接把薪水拨到我的户头里面了。所以从所谓的国会改选之后，所有的助理都享有这样的福利。但是傅昆萁跟陈玉珍，你们今天要一次打回国会改革前打回过去老国代、老立委的时代所有的助理费全部由这些立委来支用，那不是打回30年前吗？好不容易建立的国会改革，一次打到改革前嘛。所以这个时候，助理为什么有150人来做联署？刚才听到报道，有相关报道，有6位立委禁止禁止助理联署。我希望把这个立委写出来。你少讲2个字。来，我刚会看一下，这是《自由时报》今天下午的一篇报道，有立委呢，当然要下禁令，那禁止助理联署。在这，朝野甚至有至少6位立委明确要求助理禁止签署。朝野，包含民进党。朝野，我不知道他写朝野，朝野一般就是执政跟在野。对，所以反正等一下博文跟那个委员大家都要针对这个表态嘛，因为大家的态度要让所有的民众大家做一个检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模糊空间，大家的态度就拿出来让所有的民众做检视，是未来不管在这个案子或未来大家做一个不管你要投票或什么的依据。来战。对，所以如果你禁止助理去做这个相关的联署，你不只是违反，你是不是违反劳权助理是有工会的，每一个助理都属于工会的会员他们当然有权利去表达他们心声你为什么可以去禁止立委去助理去表达相关心声？所以他们也不管了。礼拜5他们就要发动抗议嘛。如果你们要强行
通过这个相关的法案，这个法案进到一读的话，那这些立委这些助理就会发动相关的抗议行动。当然，行动还在规划中啊。不过助理我直接讲哦，助理是在立法院里面包含议场都要啪啪照的人哦。你不要逼着他们去占领你们议场，你们开什么会？不要逼着这些所有的助理去罢工，你们立委还开什么会？大家会不会没有看过一个画面，就是立法院的国会助理去阻挡他的老板，然后不让老板去开会的这种状况？对，就是没有看过啊。对，以前呢，我们占领国会太阳花学运还麻烦，还要翻墙，这些助理都有助理证，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所以啊，我还是奉劝国民两党，尤其国民党跟民众党，民众党黄国昌你也不要问 A 答 B。什么公款公用，公款要法用啊，法律制度，而且现在的制度就是公款法用，比你的公款公用都要严格。你赞不赞成陈玉珍的法案呢？赞成你就说你赞成。反对你就说反对，而且提醒民众党这80立委不要再布局了，布局等于放水国民党，布局等于是放水其他希望能够把所谓助理费案除罪化的这些立委来通过这相关的法案。如果民众党不表达立场，那民众党你们其实也是支持这样的法案。OK。如果民众党不表达立场，那民众党你们其实也是支持这样的法案。OK， 因为包括博文委员，然后跟阿苗3个人都各自，因为包括2位是议员嘛，2位议员在这一次法案里面也把议员摆进来，2位表态会是什么？博文执政党的态度又会是什么？好，我们等一下就要看看每个人在这个案子里面没有模糊的空间，大家清楚的表态。但是 ，Thank you。有没有觉得很遗憾？你 Q 了3个人啊，然后突然球发给我，我要让观众朋友，我手背很好，我要让观众朋友期待，等一下他们3个人表态，大家的看法直接，我说不要回避，大家直接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想法？我的意思说，你可惜了，你没有跟上这一块，因为你被罢免太早，你没有跟上这一波，所以你没有可能用上这一波了。你看，我没当立委1年了，我还可以在电视上面呢。眼看没当立委1个月，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呢。今天呢，这个助理费修法，我先举一个例子啊。本来啊，以前的时代叫做助理费可以私有化。就是我选上嘛，我选上是我的努力、我的责任啊、我的权利啊。所以你把钱给我啊，我来发给助理。后来想想，那不对，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助理公费化。所以这是经过大家的努力才走到。3个刚刚讲这段。陈玉珍有讲，3个你自己当过立委，你觉得他讲这样？那个陈玉珍有说，他没有什么，不要污名化他，不要讲什么贪污话或什么。他说，因为到底这笔钱是所谓的助理薪资，还是所谓的立委工作的补偿或者什么类似这些，大家觉得很模糊啊。他希望把这个东西用法律把它制定清楚。他现在制定的法律很清楚嘛，这都是立委整个包括要补助啦，所有这些，所以是再由我要拨出去多少，那就我决定。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要污任何东西，也没有要为任何人解套，这是法律之争，这只是这到底该走哪一项而已，就这样而已啊。这个他的讲法，这是他的讲法嘛？可是你要看他的做法嘛。我们现在就是国家直接给助理，然后我们立委啊，如果助理有今天加班啊干嘛的，我们要签名，好以资证明说这些人有做这些事情。他已经是最低限度的让主管可以干预，让这个民意代表本人可以干预说，我讨厌你，你加班5个小时，我给你改3个小时，这是最低权利，因为你给他少2个小时，钱也不会汇到你户口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很公正的去做你的工作评判，因为那不是你的钱。但如果今天这些钱是先给我，然后再由我来决定的话，那一定会有私心的问题嘛。再来。这个权利，如果这个发薪水的权利，如果不是国家给的，立法院直接打给助理的话，而是由老板打，那你不能够避免说接下来会有各种不一样的老板出现呢。这些老板可能会怎么样啊？不然我们改成论件计酬，我们改 KPI，我们发文几篇才能够领到薪水。那这些就不符合一开始我们所谓公费助理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能力、专业跟上班的这个时间来论薪酬嘛。好，那。到底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助理费到底是要公有化还是私有化？可是助理私有化为什么我们反对？因为第一个，每一个人，他们这一些助理啊，是
被聘来为国家服务的，只是说因为现在的立委不同然后他可能这一次是谁选上，那一次是谁选上。我们也有很多助理，其实曾经在不同党派待过。是啊。那这些人啊，我们说铁打的有衙门流水的官，像有那个遇到立委只当1年多的啊，这助理跟到他不就很倒霉？所以他还要再去其他，怎么能这么开心？没有，我是那个当1年的立委，没关系，这种很有代入感，这种地狱梗还是要本人来开才好玩。对。好，那但是他们还是这个世界上最专业，在台湾国会里面最专业的一群人。所以呢，你看有做到，我们像举叶元之的例子，我没有故意要利用他的故事，但是他那个时候进去，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是请了一个相对非常资深的这个助理来帮忙嘛。那这些人他是为国家服务，他不是为你个人谁，他只是在这一段时间跟你相遇而已。这在工作上的，其实不只是助理国会，全世界任何一个工作都一样，没有谁应该为工作绑一辈子。你不是这间公司的老板股东，你就没有必要。好，那今天这个东西既然是公费助理，你要把它修回去，你要给大家一个道理。如果你说不是脱罪嘛，那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被动效果只有脱罪啊。我们说修一个法，那你正反并成嘛。它的好处是什么？严宽很不会被关，高虹安可以选举。其他呢？它对老百姓的好处是什么？对助理的好处是什么？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修它干嘛？你说要厘清事情，那厘清完了之后谁得利？严宽很不用被关，高虹安可以选举，那还是那些人得利啊！你修那个法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助理费私有化可以的话啦，我举一个例子啊，因为他现在助理费私有化，他的主张是这样，就是说我选上嘛，我最大嘛，大家是投给我，不是投给助理。那我跟你讲，赖清德以后1年薪水多2兆多，因为大家是投给赖清德，而不是投给卓荣泰，而不是投给内政部长刘世芳，不是投给什么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所以以后国家年度总预算都汇到总统的户口，这合理吗？是不是听起来很好笑？陈玉珍就是在修这么好笑的法案。他因为他觉得说票是投给我的人头在选票上面，所以你们投给我那些资源都该由我管，包含助理费、薪资补贴什么挖哥的都应该要汇到我的户口，这并不合理，这也是反现代。那逻辑很简单，今天你如果能够正反并成讲出来，我跟你讲，等一下问各个政党表态的时候，大家一定你就会看到说我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如果今天陈玉珍讲的有半点一点的对的话，国民党就出来整统给你打翻了为什么你连自己党的人都不愿意签？为什么你们这个国会的助理工会出来抗议？我问你，什么时候你听过国会助理工会出来做新闻了？什么时候？他们都最怕我们虽然服务不同的老板，但是我们不要成为新闻的主角这一次为什么要跑出来？那你就影响到人家的权益了嘛？那你又讲不清楚，所以陈玉珍修这个法，他是不是为了特定人士修法？这个大家自有公平。但是他修的法是回到过去，而不是迈向未来，这个是我们反对这样子修法的主要原因。OK， 胡老师，你看了立法院看了这么久，前几天尚公在节目里面几乎是哀嚎的在喊说，守个法有这么难吗？尚公现在本来那天传出来一个讯息，不是讲说暂缓提案什么这些，可是今天又告诉你说没有什么暂缓，只是蓝营说内部大家还要再讨论一下，所以也没有什么撤案，也没有什么暂缓提案。就是往下走，只是大家可能再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一些的内容。从以前看到现在，尚公看一下吧。如果这个法案让他过，未来变什么样？第一个以后要选举，我要选县长，我立法院我一定以县长为主了嘛。我立法院聘一个接电话就好了，我其他全部聘用全部在地方帮我跑选举。那我给你的助理费用是要帮你在立法院问政，结果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地方上去，请助理帮我跑地方啦，帮我跑县长选举啊，我根本不需要啊，因为我准备要选县长，我在这边我不讲话都可以啊，我请一个接电话的就好了，可不可以？如果照他这样可以都可以好，第二个，以后里面。谁该补贴劳健保？不知道。助理以后有所谓的固定薪资去贷款买房子买什么，会不会有困扰？第三个，我钱就摆在我口袋里，你又拿我核，你又拿我核，我最简单一件事嘛，我只当一届可不可以？我一届捞几千万走人，可以啊，一样可以啊，喂。我们都说一个立委多少钱，多少钱，其实那个数字还不怕人，就这样简单的讲
立委的薪资加助理的薪资115年，12亿，加上健康保险那个健检，加上文康活动等等，12亿，就被这些立委拿走了，12亿，包括立委薪资，包括助理薪资，包括其他费用，12亿全部拿走，全部拿走。你知道最扯的是陈玉珍的修法是说助理研究费是立委的延伸，不应具有薪资性质。而薪资性质哦，我觉得这种说法哦，是让人觉得很纳闷，很纳闷啊！它不是薪资，那是什么？不是给助理的薪资，那是什么？那应该算什么？它是算成立委的一部分。它在说明里面2个条款嘛，一个地方名义跟那个立法院组织法嘛，它在说明栏里面很明确就告诉你不受贪污治罪条例，说明栏就跟你说得很清楚哦。有时候我们他说不受贪污治罪条例还有刑法对的规范，我们很清楚一件事哦，就是说法律有疑虑的时候，我们要看立法主旨跟立法说明，结果说明就摆在那边。那以后有争议的时候，说明说不受贪污治罪条例哦，刑法哦，那看说明哦，说明是法案立法的一部分哦，要旨哦，所以你说这样搞下去，我是直接建议陈玉珍啊，贪污治罪条例废掉就好了哪这么麻烦啊？不然你就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列一条嘛。各级民意代表不受贪污治罪条例处罚。你直接写一条就好了嘛。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嘛。然后你可以搞成这个样子。你现在说实在话哦，我没有看过助理大规模的向立委抗议过哦。真的没看过。很期待哈。礼拜五真的看看会是什么场面？真的蛮期待的，没看过哦。现在只有一个方案，陈玉珍不成案没有关系啊。其他你立委联署人撤掉就好了，联署人不足就自动销案。但你讲到另外一个，如果你觉得这个法案像你们刚刚大家讲的是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联署法案的那些委员不撤签？现在党团没有要求嘛，现在是党团没有要求嘛，然后我觉得一件事哦，就是说法律不是只看法律哦。其实对中央民意机关的民意代表的薪酬、报酬以及非报酬类，请看大法官释字299号。大法官释字299号，它原本是对国大无给职薪资的释宪，当时是由立委陈水扁等提出来的释宪案。是对国大无给职薪资的释宪，当时是由立委陈水扁等提出来的释宪案。这个释宪案里面呢，虽然有释宪到国大，但它有说明一件事：中央民意代表，中央民意代表里面包括非报酬类，都应该订定适当项目及标准，否则你不能编列预算。它同时还有一句话，这个事项是国家的重大事项。为什么？因为关系人民纳税负担。这是大法官的解释299号解释文哦。我觉得你们国民党应该把299号解释文仔细看清楚。他是告诉你哦，要订定项目及标准哦。你现在不是哦，你前面的法律里面标准上面还有哦，他现在全部把你打乱掉哦。就回过头来又说一句话，陈玉珍说300多个地方议会违法，你也知道违法，不容易哎。立委定法律要人民遵守，结果现在要定一个法律，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不遵守前面的法律没关系，我们会没事。然后贪污治罪条例你家的事，刑法
你家的事。公款公用错，因为公款公用很简单一件事啊，我把 A 挪到 B 用 ，B 挪到 C 用，也是公款公用啊。那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啊。你帮我删了100亿的军购预算，可以啊，我从其他的地方挪100亿补买公啊，我公用啊。但对不起啊，你违反预算法的科目挪用嘛，它不是公款公用的问题嘛，它是那个项目不得挪用嘛。你黄国昌你就明确讲你不赞成这个案子嘛？那为什么不这样讲？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挪来挪去公款公用，我也知道公款公用啊，但预算不得挪用科目啊。上公刚提到的这些事情，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在媒体上面的报道。OK， 媒体报道，陈玉珍跟谢龙介等28位蓝委提案要修正，让地方议员的助理费、春节慰劳金跟法定负担费用直接由议员统筹运用，免检具核销，且写明如何运用，不受贪污罪及刑法规范。现场2位国民党的议员来委员，然后包括阿苗，然后包括博文，执政党的代表来委员，从你开始。你现在有几个命题？第一个，对于立委这样的修法，那你们的看法会是怎么样？第二个，现在事情牵扯到议员身上，他们说要帮你们也把这些摆成这个样子，你们看法怎么样？这个首先如果先从议会说起，议员说起，我当然不能代表台北市议会哦。但譬如说，如果真的钱汇到我户头，然后我要每个月某个日期，然后准时的发给我助理，我觉得很麻烦。好，这第一点，单纯麻烦。那我先回到这整个架构哈。过去助理费案子，不管是现在的我们现在正在判刑或正在审议的这几个蓝绿白的议员，蓝绿的议员都有啊，然后包含过去陈玉珍讲的可能300多个哦，有人犯这个案子，有的没有犯。那为什么剩下人他不会去犯这个违法的事情？是吗？大部分没有犯。好，那所以它不是一个历史工业，但它的确可能是一个过去的陋习。我也的确听过，我从当助理到现在当议员，我知道过去很多不同的政治人物，因为老实讲，以前县市议会的那个薪资更少了，他们因为助理费好像1个月才8万块，他本薪也不多，然后他们的确会有这样陋习，然后觉得钱不够用，钱不够用不是放到私人口袋，是放在公务上的钱不够用。好，那我们回到一个人性啊，现在助理费我们聘请完助理之后，剩下假设我可能还剩个5、6万好了，我每个月如果不使用，就是缴回国库。回到人性，大家会觉得好可惜哦，因为我是可以用这笔钱的，但只能用在助理费上。所以，因此过去就有人用人头的方式，不做实际助理职务，把他请下来。请下来之后，这笔钱有2个用途：一种人把它拿去放到自己口袋里面，这个扎扎实实的贪污，这不用讲，这个完全不需要帮他开脱。另外一种，就回到这次可能比较大争议，为什么我这次修法？有些人把这剩下的钱拿去做我这个办公室日常公务上的支出，或者是一般选举会遇到就是工作上的相关支出。过去有许多判例的确有讲到这事情，如果是在这种所谓大水库的概念里面，他们通常没有被判这么严重，甚至是交保。那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讨论？我认为可以讨论，但可以讨论前提是你要跟社会大众去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可以从薪资的项目可以用留用或者甚至挪用，就是但有预算法的问题。那这部分如果你都不解释，直接回到说我们进入到这个政治人物的户头里面。那这个我们不用单据，都可以直接这个使用的话，我相信在社会观感上会比你讨论我刚刚那一块还遭受大家质疑。唯有你刚刚讲的这一块，现在要修的那个法的方向，就是你刚刚说，就算我把钱摆在口袋，因此被判刑，你刚刚讲说这种就是贪污无疑。对。但是现在如果修完，连这种都不是。因为反正钱都在我的口袋，他本来就是要给我的，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啊。对，所以以目前的确陈玉珍委员版本会发生这个事情哦。然后再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件事情哦，我当助理这么多年，当然我没有上工那么在立法院待那么资深哦，我没有见过我们立法院助理工会有集体大型抗议过，而且抗议立委，抗议自己老板，他们会办所谓的座谈会、研讨会、上课，甚至人最多就是每年这个尾牙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助理工会的活动。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抗议的有很多人都是国民党立委的助理。那我还是要拜托跟这些委员讲一下，就是说，当你的助理都开始反对你的修法的时候，他一定出了问题哦。我听到很多不同的国民党的立委朋友，的确，针对这案子，他们有其他不同的想法，他们也会提出对案。那我相信现在在党团里面会进行讨论，甚至是这个法案会不会到最后
贯彻下去，我是打很大的问号。但是如果真的贯彻下去的话，其他立委的对岸修法进来，一定要让它更法制化，而且是民众能接受的，而不是单纯的我们国民党自己可以接受。我直接这样问：如果现在陈玉珍委员这个案子，你个人是不是反对？如果现在他现在这案子我是反对的，好，这案子是反对的，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陈玉珍委员是这个案子不代表整体国民党，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反对那个陈玉珍案子就代表你看国民党又有人不同意见，反对这个党中央干嘛？不是这回事啊！所以接下来你看其他不同立委提的对案，我知道有一些案子的对案，我觉得他的制度设计还蛮好的。没有，我说一句话，提案人加联署人已经过立法院，你们立法院党团半数了，28位。已经过半数了，是，这我知道哈。但回到我们立法实务上，好，的确这个联署人现在可能也会被大家检视哦。但一样，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类型的案子，的确会有不同的主题案人，联署人也会重复，那他们就会有个意见的交锋跟交流。那最后当然也透过这方式，才可以把他的法案改得更完整一点。如果今天这个法案已经3读的话，我告诉你天翻地覆了，这个不是这个现场反对的问题，是已经这个影响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对国民党形象。如果照这个法案往下走，照这个法案，如果现在这个版本都不改的话，其实我觉得会造成蛮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2013年的会计法，不要忘记一件事，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向全国社会道歉，要行政院提出复议。当初也是为了民意代表的特别费啦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是逼到总统亲自道歉，要求行政院院长江宜樺提请复议，搞到这个样子OK， 来，医生你要补什么？简单对，我要讲的是说，这也不代表国民党的方向是党团。我刚才讲的那个上空有讲嘛，过半嘛，党团已经过半了。联署就已经过半了，但是国民党的牛许婷发言人是说我们不会有这个案的，所以你们现在是国民党的党部跟党团是不同调的，到底哪一个才是要代表你们国民党的意见？你们自己要整合清楚。我补充一下，这个也很好，代表国民党的确对这个案子并不是一致的方向，而且是有讨论，甚至是联署过半也不能完全代表党团的意见，它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党内的对案，包含民进党可能也会有他自己的案子，那大家一样，现在的确是一读了。那这个复委之后，好，当然会不会复委不知道。如果有复委的话，在委员会里面还是有不同版本讨论嘛？执政党，来伯恩，第一个，执政党的态度，因为你是民进党副秘书长，你讲的就是可以代表执政党的态度。另外，这篇报道的朝野有至少6位，如果照朝野至少6位，那朝最少有1位。我先讲一下这个，我觉得陈玉珍果然就是陈玉珍，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陈玉珍他永远都只有更夸张，没有最夸张。这个案子坦白说，我觉得我们立场很清楚，我们就是反对陈玉珍这个提案，而且是彻底反对，很明确的反对，没有什么这是代表怎么样谁个别没有，我们就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提案，因为这个案子太扯了，它扯到什么地步呢？第一个，未来立法院根本没有所谓助理费这样的一个名目了，没有了，也不要讲说公款公用，你怎么证明公款公用？你根本免核销、免检具，你怎么去证明？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立法委员陈玉珍这几个，包括陈玉珍在内的28个提案立委，就是想要自肥嘛。我跟大家讲这有多扯，你知道吗？立法委员一个月助理费，我纯粹讲助理费就47万多，加上助理的加班费，有9万多，快10万，加起来一个月就差不多有56万，这56万我乘以1年12个月就672万。可是大家不要忘了672万之外，包括现在连办公室的什么办公费啦，那些通通都是不用检具、不用核销，由立委自己可以来处理你想想看，每一个月立委多了将近700多万的这个等于是薪水一样，完全由他自由运用。这坦白讲，这个未来这个哪有助理这样的名目？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明目张胆的自肥。那我要求未来这件事很简单，都不用讲出来呀。这些立委有些有提案，有些没有提案，那有些其实他是反对，有些不反对。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刚刚《自由时报》里面讲说，如果假设有本党的委员，什么联署在其中，或赞成这个案子，或要求这个助理去支持这个案子，这个违反本党的立场。我们就是反对陈玉珍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处理。
联署在其中，或赞成这个案子，或要求这个助理去支持这个案子，这个违反本党的立场。我们就是反对陈玉珍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处理。这我们清清楚楚。第二个，未来这个案子，我希望韩国瑜院长，因为我这2天看到韩国瑜院长记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竟然也回避，他赶快跑上车，然后听到陈玉珍3个字，他就不回答。我认为未来面对这个案子很简单，一定要具名表决。我讲清楚哦，具名表决，为自己负责。你千万不要稀里糊涂用什么点名表决，然后突然有人突然上厕所，突然又一阵混乱，千万不要这样。你每个人都要为这件事情去负历史的责任。我认为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个看到这个过半数的这样的一个联署，再加上坦白讲啊，傅昆萁总召的态度很重要。你觉得傅昆萁有出来讲一句说进步法案？他说这是进步法案呢。傅昆萁这个是在国民党内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说这叫进步法案，未来这个案子强渡关山的机会很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绝对不能让他放过。未来如果真的要强渡关山，至少要具名表决，为历史负责。好 ，OK， 那执政党的态度是这样。来，阿苗，第一个对立委陈玉珍这整个法案你的态度；第二个，地方议会你个人的表态以外，地方议会针对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出来说话？陈玉珍这个法案当然是反对，原因很简单啊，我把他的这个法案啊称为叫做一锅老鼠屎法案啊，臭不可闻嘛。因为他提的修法理由很简单，就是说有这个立委有些地方议员会触犯了这个法网所以我们要把它修正。那这个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我们通常都讲啊，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们讲的是害群之马要把它剔除嘛。但是陈玉珍的解法竟然是说，那不然整锅都全部变成老鼠屎，大家要黑一样黑，要脏一样脏。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地方议员来讲是莫大的污名化，尤其今天我看陈玉珍立委受访，他说什么有300个议员触犯了这个法条，我一想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个数字？一查之下，现在全台湾900多位地方议员，现在我们就是这一届的议员触犯这一条不到30个。不到3%啊，100个里面有97个他可以守法，怎么被陈玉珍立委讲成这样子？那我想他提出这样的法案大概啦，我觉得在政治效应上面，就是可能要为一些人解套，或者是说希望以后啊，就是这些立委啊，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一点都不用担心司法。但他这个目标，我觉得不正当啊，完全没有正当性啊。首先第一个就。立委助理或议员助理来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要提升立委跟议员的问政品质嘛？不要让人家以为觉得说立委跟议员问政品质都不好。那他们要提升问政品质，要找学经历俱佳的，要找真的有料的来做这样的助理。你劳动条件当然要给他保障啊。我不讲别的，我就讲一个，这个是蓝营的这个他们助理的群组里面所讲的。你看。这个讯息啊，1205总召傅昆萁回复媒体提问，助理费修法，他说是进步法案，在他们群组里有助理就感冒大不韪，直接说进步法案，动不掉，忍2天了。下面有一个最资深，他说第2届应该增额的第2届了就近立院每月薪水1毛不减，几乎年终没少过，很高兴被每一位老板善待。现在年纪大概退休，本人无所谓，但年轻的助理们。你们有像我这么幸运都遇到好老板吗？如果你对这个工作有热情，可以忍受助理这样被糟蹋，走出立法院还抬得起头吗？工作尊严荡然无存。为什么会讲到工作尊严荡然无存这么严重？我跟大家讲，现在的制度是直接汇到助理户头，对不对？媒体上不是都传出了吗？有这个朝野立委说叫助理不准联署反对这个法案。薪水直接汇到你户头，老板的官威都这么大了，更何况以后改什么？薪水汇到老板户头，看老板脸色再发给你的时候，你觉得助理还剩下什么工作尊严？到最后立法院里面剩下什么样的助理？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不用推演，因为以前就发生过了。早年助理费不是汇给助理，而是汇给老板的时候，发生什么？很多立委啊。把持不住，这个每个月40-50万太香了，收在口袋，不愿意拿出来嘛，不会拿出来，但他在地方上还是需要有人穿着他的背心在地方上走动，怎么办？他找一种叫做便当助理，便当助理什么？我给你一张名片你是我陈柏惟立委的助理，对不对？好，陈柏惟立委的助理，那我每个月给你多少钱？不用钱。你说，为什么不用钱？他愿意穿着你陈柏惟的背心在选区走？
很简单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选区里面瞧事情的人，他拿了你这张名片，穿了你这件背心，叫如虎添翼啊，去瞧这个瞧那个，搞不好拉下来的好处呢，还可以跟委员你对半分，再回馈委员。这以前叫做便当助理啦。苗博雅在电视上这么久。这一次举例最失败，穿陈柏惟的出去，谁理你啊？穿严宽仁的出去好不好啊？不止地方，立法院本身里面研究室的助理就有对，好，这种便当助理叫做台湾政治人，那叫积弊啊，弊端呐。所以以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改成直接汇到助理户头，就是要杜绝你议员、立委上下其手的空间嘛。那也消除这种，这个真的很恐怖啦。我们议会里有一个资深同事大家可以去查，他卡到一个不是助理费案，叫金华城案，他就有一个便当助理叫吴顺明，在中间就有角色啊。所以我跟你讲，以后照陈玉珍这样改这些便当助理通通回来了，正经的助理没半个啦，通通在下面都是这些搞上下其手的，那个叫志工啊。好听一点叫志工。那中间有利益嘛，对不对？好，所以简单结论，我认为啦。干净的民代、干净的政治人物，绝不可能去赞成这种法案，绝不可能。2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刚才委员有点到，如果今天议会说改成助理费都汇到我户头，我真的觉得很讨厌的，因为我还要去算每一个人的薪水，我还要跑去银行汇款，每个月1号要给他准时入账，我还要去算说你这个劳健保费自付额要扣多少，雇主的这个负担我还要去算。现在是直接汇到助理户头，议会都帮我们算好啊。那一个干净的民代，怎么可能说你自己要那么麻烦，每个月变成自己要从自己的户头去汇款，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去做这种事情？第二个原因，我们跟那些我跟委员这些，我们是干净的，我们没有触法，我们跟那些犯法的人的区别不就在这？我们清廉，我们干净吗？结果我们现在被陈玉珍做一锅老鼠屎全部混在一起到时候民众认为说你们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再干净都没有办法让民众相信我们的清白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讲来讲去，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制度对于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来说到底有什么很难遵守？不要贪污有这么难吗？不要贪污对立委来说有这么难吗？你说每个月助理费没用完，我觉得好可惜我想要高薪低报把它洗出来洗到口袋，奇怪了。我助理费没用完，我怎么不会觉得好可惜？我助理费没用完，那就是国家的不是吗？我如果要用完，我就是要聘到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工作嘛。那为什么你心里会有这种国家的钱在我面前，我没有拿到我口袋，好可惜的这个想法出现？不要想卡国家的油，不要想 A 钱，对你们立委来说很难吗？这我真的想不懂。这个案子一路往下，到这个礼拜5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出现连上公都很期待看过立法院这么多年没看过的助理，然后包括要抗议，然后大规模的跟他们自己的老板去抗议接待。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单纯钱的问题，这件事在于就是法律摆在那个地方，当犯了法以后，可以透过这样修法的方式就去除罪化吗？而这个除罪化，如果说真的法律条文本身有窒碍难行是一回事，真的有吗？这么多的民代里头，是大部分都会涉及到，还是只有很少部分呢？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吗？而这在未来如果一路再往下这样走的话，刚刚来宾所讲的这些，好，这个法案，今天礼拜2、礼拜3、礼拜4到礼拜5，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大家一起来盯着像这样的一个法案。好了，3Q刚才已经直接解释过，我本来刚才要问说，原来你有便当助理拿到背心在地方上跑，有没有？那个看起来，我们穿我的背心出去像派报员，好不好？我们那边的看严宽的背心比较习惯的。OK， 好，这个在未来来讲的话，好，那大家关心的这一个，另外对国民党来讲，我直接讲对你们来讲的话，那篇报道，《自由时报》还有一篇，那时候讲3张门票，有没有？有3张门票，国民党出来言辞否认，然后驳斥，甚至说胡说八道，什么什么这些。然后，但是你可以想到，那我昨天就有问国民党，昨天是民前的时候，我有问说，国民党有针对这件事情有想过以送纸棒、以送纸分像这样做法吗？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这些事情，那等一下来宾也会讨论到，因为这里面讲的正向，连国民党自己的不管立委或是有意要角逐，在2026年角逐人都讲说，打死也不可能去拿什么金构来换这些。可是当你去讨论这一块的时候，就感觉上好像大家认真在讨论这件事了。所以对国民党来讲，针对3张门票说或所有这些，你们有什么样一些包括不管在司法途径，或者说在媒体上面一些看法，在未来它里面所讲的这几件事，军购的事，
包括陆配、参政权，所有这些事情，你们现在态度怎么样？我想这2天第一时间，牛许婷现在是我们国民党发言人哦，他跳出来讲，就直接说子虚乌有、胡说八道嘛，那就很明确的就否认了这个事情哦。那你说到底要不要以重直棒哦？当然，很多时候所谓的提诉讼是一个态度，可能要当他3审定谳，不知道几年之后的事情。但以这次的事情，老实讲，我个人是蛮支持需要以重直棒。当然，很多时候所谓的提诉讼是一个态度，可能要当他3审定谳，不知道几年之后的事情。但以这次的事情，老实讲，我个人是蛮支持需要以重直棒。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今天是一个主流媒体的独家。而这独家的所谓内幕，他当然他认为他有他的消息，但是国民党目前从上到下都觉得这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包括他讲军购那个时间也是嘛，说2位副主席去了大陆之后谈了军购，然后回来反对这个所谓的这个1.25兆军购案，但问题是1.25兆军购案是2位副主席去参访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嘛，那所以类似的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不是真的话，那又对现在社会讨论这么多。不应该是一笑置之啊，而是应该很明确、强烈的去反对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果这个事情它可以成为常态的话，未来国民党我们只要在立法院党团提出任何跟民进党不一样或民进党政府不一样的法案，民进党政府觉得说我挡不了的时候，我不喜欢的时候，搞个独家，你这个听对岸的旨意，然后国民党说啊，这个被发现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撤回来吗？就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去发生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民众的观感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这次事情，我觉得提诉讼是一个基本应该要有的态度。当然这部分这个党中央怎么决策，我并不晓得哦。那再来就是郑丽文主席其实跳出来反对的态度也要更明确、更强悍一点哦。当然发言人已经有自己的态度，但这个影响到国民党声誉，因为最后讲了。有没有正席会是一回事情，但你这几个条件目前被放在现在的讨论的平台上面，的确会影响到民进党支持者都可能都相信啊。一部分中间选民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看到这个报道去原来我们有这个3个条件哦，我们要卖台哦，为了要跟正席会相见，我们就有这样子不同的这样子的这个条件。也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观感跟他们认知啊，所以具体强而有力的去捍卫这个事情，甚至把真相找出来，我觉得是重要。最后讲一点一直在讲说废除所谓那个反对共产党的党章的事情，张荣恭也跳出来，就是没有这个会是子虚乌有，就没有啊。但大家还是要讨论，这很奇怪，明明国民党就已经否认就没这回事情，但大家还是选择不理国民党的这个澄清，好，持续的相信媒体的报道。那当然，我觉得这部分。国民党两岸交流之间，以及维护中华民国跟中国国民党尊严的这样子态度，要展现出来，未来对这些事情才不用花这么大力去做一个消毒啊。Thank you， 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说，包括他们的发言人，包括所有人，连子虚乌有、胡说八道都讲出来了。然后这些，但是你有在媒体上讲说，你觉得这3张门票里面的事情，你觉得是很多国民党正在日常生活在做的一些事？为什么？没有啊，你说要挡军购啊，挡军购还需要报纸写嘛？程序委员会就给你挡掉了。说人家是凯子军购啊，结果连内容到底要买什么都还没有谈，就给人家挡掉了。你不管报纸写的是不是对的，你做的事情的确就是这样子。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他第2章是什么？陆配参政权。陆配参政权不也正在弄吗？不管不要讲参政权，我后来想一想虽然我不想这么想，可是越想越可怕。有那个3等亲那个有没有？我后来发现，在台湾这种情况很少，在中国很多。你如果这样子认定的话，他是可以携家带眷过来的。我们一直，我就一直很好奇，我其实一直对国民党这件事情非常好奇。我们今天2350万人选出来，台澎金马的民意代表，为我们2350万人服务就够忙了吧？从里长、议员、各乡镇市民代，然后到立委、总统、县市首长，大大小小的事情，有的时阵电报条啊顶悬搭2张红单，就已经气到要死，要裂掉，要打起去。头一门头前有红线无红线，隔壁树隔壁种树啊，叶啊来阮兜院子，甲地翘起来，就唔愿得该叫民意代表来瞧。代志有够多，有够无用袂完啊！我每次在立法院看到国民党在谈中国的议题，我都觉得很好奇，奇怪你怎么都会长臂这个管辖到隔壁去啊？
你知道我们在立法院呢，我光看健保、参政权、移民这个什么六改四拿身份证这些的，就全世界真的就只有中国国民党会为没有选票的族群负责你知道我们健保曾经讲到多细吗？我们弄到一个东西叫做陆配前婚生。我说你已经管到陆配前婚生去了。我们自己的人问的叫够北完呐，得爱80亿、800亿啊，然后又要长照，又要育儿，又要公托，为了我们自己就已经弄不完了。你们有听过陆配前婚生这5个字是什么意思吗？之前不是有一个要送药给小民的那个疫情期间，那一位就是陆配前婚生。我不是说我不在乎人权啊，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管到那么多啊？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啊，陆配前面的前。婚生子女的那个婚生，陆配前婚生，对，也就是说，你大概听就可以知道，就前面的婚姻的所生子女的问题了。然后呢，这些提案如果正大光明，如果说普世价值，如果台湾民众都接受，那你大大方方做嘛，都偷鸡摸狗，然后都找一些稳定选区的，都找一些这个不分区的来提这种案子。我跟你讲，上一次提什么案好不好？2019年。黄昭顺跟严宽恒2个人共提，我就不知道这台中海线跟高雄左南有什么关系。他们2个共提一个案子，叫做可以中配依亲，然后用爸爸妈妈来台湾使用健保。结果这个很简单呐，这2区那一年都翻呐，左南被认为高雄最蓝的吧，选输了。台中海线就不用讲了吧，选输了。为什么选输？我们从头到尾就打这一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回啊。然后。你明明知道那种东西会掉票，你明明知道那种东西对台湾多数人无感，就不是台湾最重要的事情每一次都在那边弄，没因参政，没给新闻讲，没给简报，怎么会有一个政党是一天到晚想要帮其他，不管在宪法上什么，你是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或一中各表随便理解，就没有投票的要变到有投票然后每天都在搞这件事情，你不火大？我如果今天当上立委，我每天开放冲绳人来台湾投票，你不会生气啊？我每天开放菲律宾人来台湾投票，你不会生气啊？就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有一个政党，每天你在想康找一些金门的海线的那种深蓝区的不分区，那名字叫不出来，在那边提案偷鸡摸狗，怎么不叫徐小青提？怎么不叫罗志强提？这些声量都很高吧？他一出来一呼百应吧，发一篇文章6、7万赞吧，大家都涌上去按赞啊？为什么不提？怕输怕掉票嘛。所以你们既然这种行为就是反民主的行为有没有在做？有啊，陆配6改4不是从选上第一天就开始在讲了，然后就是每天看民调看民情，等到事情冷掉再推出来打一架啊。我就讲了，我们台湾人去中国，我去过中国嘛，我也问过啊，我们也有人觉得说，中国不错，交了一个女朋友在那边在那边讨论说是要女的嫁来台湾，男的过去中国，那个时候就去问说我们在北京环境不错，要在这里待多久？身份证10年呐。10年呐！为什么我们过去10年，他们过来要6改4不是送灯，不是倒贴，莫名其妙，这个也不能接受。第3个更重要，我认为前2个已经在做了，所以那2张门票对我来讲，那个叫快速通关。这2张开不拉票，那开不开都没差。国民党已经在做了。第3张很重要，在国民党的党纲里面有一条叫做反对共产主义。第二条。那反对共产主义这条要他删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了这个动作，会比前面2个来的更有说服力，那的确你就动了，这第一个。再来，国民党的支持者，你不管是从以前带过来的，或是后来长出来的，基本上都是高度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第3个，共产党那边现在是共产主义嘛？也不是啊。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逻辑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你现在资本家然后要找人家用薪水然后会通膨，然后失业率会高最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就会这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就会崩坏所以你一定要用共产主义才能够得到一个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伊甸园、桃花源什么理想境界，我不知道那个汪德炼叫什么名字去了。好，但是世界上现在最大贫富差距的国家在哪里？中国。那它不对啊！你说共产主义是为了减低贫富差距，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练嘛？结果哪有？贫富差距最大在你们那边啊！所以你要反对你在党纲里面的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情，你把它拿掉，那表示什么？你从国民党诞生的理由不存在，退到台湾的理由也不存在了。如果你一开始不反对共产主义，留在中国就好了
对不对？所以郑丽文现在是国家副总书记，耶，是坐在那个左手边李克强，右手边习近平，中间郑丽文有没有啊？那个保全要来赶的时候，他还会要闪一下，看那个胡锦涛被架走，有没有？他就坐在那个人大啊，起立鼓掌，多好！你如果不反对共产主义，根本不需要来台湾。所以那一条如果为真，那国民党还真的跑去修，我认为是整件事情是否为真的一个观察重点。那其他2个，我刚刚已经巨细靡遗了，他们都已经在做了，我甚至都不认为他们已经做到民众快要麻痹了啊！国民党本来的党军购对不对？我还记得赖清德总统在立法院。我坦白讲，你问我我们这一辈年轻人说，那个赖总统在立委的时候在干嘛？我们可能记到市长，记到立委，那个很久以前了。国家为那个搞垮了，有没有？那个最经典的，那个时候就在党，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党啊，陆配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讨论啊，所以那2个都是既定形成了。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情，坦白讲，国民党已经很久没有公开讲了。那如果你真的去把那一条拿掉，就坐实了有人要求你这样子做，不然没道理。来，委员要不要直接回应？我觉得过去不管是所谓的什么军购的案子啊，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是所谓的反军购，而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在监督军购，所以当然我们监督的内容，然后跟最后采买内容，它是可受公平的嘛。那现在的1.25兆，为什么程序委员会把它挡掉？因为我们不知道内容啊。那你知道内容，当你说我要框笔预算，我最后要做个台湾之盾，台湾之盾细节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先过再说。那请问这是一个立法委员他们应该可以接受的事情吗？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的确也是国民党藏起来，因为身为在野党立委，本来就会对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去进行监督。那监督假设我们今天做的是，我们就不要有任何军购，民进党提出的东西我们都不让他过，我们要把台湾国防事业往下拉，就让老共好打过来。老实讲，我们也选不上了，我们也不肯提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当然还是回到一个根本，让民众自行来判断这个监督到底有道理还是没道理。那最后还是用选票去做。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刚刚3口一直在讲说，为什么国民党在很多的法案，譬如陆配6到4啦，类似的，他的意思说，老是帮一些没有投票权的人，因为好像赵少康先生也讲过说，真的选举投票权票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他讲说，为什么要帮那些？是考虑两岸和平，还是考虑什么样一些原因？一直在这一部分。我觉得很简单6改4是因为先用国籍法概念，希望跟其他所谓外国籍的人一样的这个年限取得身份证。那扣除这部分，单纯的确中配或陆配在台湾来说，它在中华民国里面是有特殊性在。站在国民党立场，我不知道以前历史怎么样，但站我立场很简单，让他们进来取得一定的年限之后。不管他们可以选举或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台湾或者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社会，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价值。这我觉得是我们统战的一部分啊。那当然，今天你也可以认为说，今天只要是陆配或中配，都可能怀有恶意的来台湾。那你要把它挡在我门外，我也没意见。那提出修法，你要把它增强也可以。那国民党立场很简单。回复跟其他国家人一致的年限，以及我认为是有让他们更了解中华民国这块土地，一定是比对岸好的。35听到看贵哦，要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啊，不是出生就应该要得的，要尽国家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男生要当兵，长大要缴税。那请问一下，这些陆配或是陆配家属尽了什么义务？你既然嫁娶过来在这边有形成婚姻有伴侣，那这个人我们本来就接受。是什么能够让他无限上纲到国民党要一直不断的替他的家属、他的前辈婚生这一些东西去努力？这个我不理解。好，讲国籍法，其他的国家来台湾要放弃本国籍。可是国民党没有想着，你今天说我要统战对方，我觉得很好。张委员刚刚讲的时候，居然没有笑出来，我觉得很好。我也相信只有民主能够吸引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都同意。但问题是，中国的国民不能够放弃他的国籍，这又回到内政部长那一题了。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嘛，你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显示他们要对这个国家尽忠？那一个门槛是什么？去美国他也得考个美国的这个历史跟相关的法律。你要取得绿卡成为公民之前，就进一步。在日本，他们有什么旅游签、留学签，再往上一点有管理签、商务签。但是你要成为日本公民，还要再一步，我们都不用我们直接所有的门槛抹白个减西安欢迎中国光临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的从中国人过来当中华民国的公民这件事情是不用门槛的？是他们水准比我们高，还是他们人种比我们优秀？要讲给我听呢？
从中国人过来当中华民国的公民这件事情是不用门槛的，是他们水准比我们高，还是他们人种比我们优秀？要讲给我听呢、但他们从来不解释这件事情，他们就只会一直就连看就连过去。我觉得这样比较没有办法说服。OK， 可是你不可讳言，有一段是郑丽文主席讲说，因为国民党现在行情大涨啊，所有人都在讨论他，不是吗？啊，对。郑丽文说他当党主席以后啊，让国民党行情大涨，而且点名德国之声充满恶意。当然德国之声就是那一次所谓的讨论这个普丁是不是独裁的其实他说很多国际媒体都要访问我，不只是德国之声他特别点名德国之声骂他。其实其他的是在捧他吗？他觉得他在捧他，为什么呢？我就指日经专访他的时候，讲他是统一女神他觉得可能在捧他所以刚才你讲说自由时报那3大项的门票，我说有门票还好没门票，国民党做的这些事情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所谓的正习会的门票的话，你们做这些到底目的是什么所以刚才委员讲，我直接讲，你去看一下，现在没有预算，好不好？现在立法院审的叫做条例要送到立法院先审。然后才会编列预算，才会有具体的军购项目。而条例里面有没有军购的重点项目？有没有重点项目？绝对有，你自己去看7大项目，已经有了然后你说可不可以讨论？送到立法院，不就是让立法委员去讨论吗？国民党让不让立法委员去讨论？没有让立法委员要讨论嘛。国民党直接挡掉嘛，不送复委，不送到外交国安委员会里面让立委去讨论，不让外界去讨论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立委去讨论，媒体就会讨论嘛，媒体讨论，大家才会讨论嘛。所以谁不让人家讨论的？第三个不对我们其实很多行政院提的很多法案，在提出前，他会事先的跟朝野的立委进行沟通。那赖清德总统有没有沟通？有1.25兆在华盛顿日报嘛？是。对啊，那所以很多法案本来事先沟通很重要，这不叫做沟通吗？透过华盛顿或者纽约时报的些相关的专访，不就在沟通这件事情吗？但是最后最重要的沟通是什么？当然是跟国会沟通谁在国会里面挡住说不准进我国会来沟通？就是国民党不是吗？现在是国民党在挡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让人民讨论吗？不是送进去才有讨论不是，所以跟人民讨论没有关系。为什么大家说国民党在挡军购的意思是你连国会连进国会这一步你都不让他进去，所以才叫做挡军购。我就问国民党，你们挡军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嘛，馆长捧中国舔中国骂台湾的目的很简单嘛，至少说他要投资嘛。国民党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我说门票自由时报写给你们门票算好的，你们还至少拿到了门票。如果连门票都没有，那到底你们做这些事情到底要干什么？而是不是门票我们很清楚嘛？郑丽文已经多次他希望跟习近平谈两岸和解嘛。好，我说真的，你们要谈和平，你们说不要军购要和平，郑丽文的方向是对的，郑丽文的做法是对的，那你至少也要拿到门票所以说你们挡军购去跟习近平谈和解，而且郑丽文说要谈100次，你们就做一个主张嘛。你们就直接讲，国民党就不要国防了，就不要军购了，我们靠我们郑丽文去跟习近平谈100次，就不会来打台湾了。但是不要模糊手鼠两端，又说我们没有挡军购，然后又说我们没有要跟习近平要谈，那你们到底对于两岸的立场，你们对于保护台湾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讲清楚，说明白。要跟习近平谈，就说你要跟习近平谈，可以谈出和平。那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防，因为习近平不管怎么谈，中共不管怎么谈，他都会来打台湾。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今天要用提高武力，然后提高所谓的军事的平衡来保卫台湾，这是一条思路，没错。那透过谈判彼此更信任，然后降低彼此可能发生军事武力冲突，也是一条路。跟习近平谈不是郑丽文先说的，是赖清德先说的。如果没有用的话，请问赖清德选举前为什么提出这套论述？然后再来就是1.25兆，好，你说条例，你说赖总统提出之后，到后来要提出所谓特别条例，请问过了多久？我在菜市场买菜头吗？1.25兆不是1.25块或125元好，那当然要买军购，我支持要增加台湾的国防实力。那你告诉我们好。台湾之盾有什么东西，以及
这次有1.25兆，不是赖清德上台之后，或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才有的这种军事采购特别条例，之前蔡英文时代也有啊。那这次1.25兆，好，我们让你全部都过，请问过了1-2年之后。张委员，你不要模糊视听。现在你不是让这个军购案过，你现在是连条例都不让它进入到国会讨论。今天很清楚嘛，那你这不叫党军购？什么叫做党军购？如果条例里面6大项目都那么清楚，知道民进党政府知道要怎么样武器拆可以保卫中华民国，现在公开跟全台湾的人说，你要买多少，让大家去辩论，让大家去了解。条例都送到立法院，那不叫做公开的跟全国报告了吗？你去看7大军购项目的条例好不好？请你先认知到，请你先张委员，你先知道这一次的条例到底里面在写什么。我们要买东西之前，我们要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怎样东西，以及产品的内容，才决定我们要花大钱。那个叫做预算，那个不叫做条例。所以以后所有的预算的时候，才会有相关的。以后所有的条例都这样，我要一个社福条例，我要一个铁道建设条例，我先编条例嘛，要盖什么再说嘛。那以后的预算都这样搞的话，那当然立法院没有实质监督问题。但我回到根本啊，就是民进党具体提出怎样的军购的内容，当然立法院一定会审。那审完之后，有些该删，有些不删，有些冻结的部分，一样是让百姓来决定说，到底谁是保卫中华民国，谁没有特别把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城墙或怎么样，然后特地把它削弱，一切还是让百姓去决定了。这个我还是比较欣赏那个郑丽文主席的这个风格啊，就是他的风格就是不演的，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不演的很好啊，你就是把哪一段不演了？你觉得不演的就是他亲中的立场，他很清楚啊。刚刚委员特别讲说什么，我们也主张说要谈判啊，跟我们当然希望跟这个中国可以好好的这个谈啊，可是我们的前提很简单，就是在对等尊严，不要预设任何立场的情况之下，当然可以谈啊。你觉得国民党不会有这个立场吗？就立场，他到底有没有这3张门票，我不知道，因为这是自由时报的这个讯息了哈。但是你从各方面主客观的因素来讲，我认为很有趣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刚刚这个国民党一直讲说，这个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讲啊，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啊，这个是什么无的放矢啊等等啊哈，都说他没有曾经。可是我从国民党的包括他们的文字，特别是文字的声明里面，没有看到反共2个字。你看哦，他们都是讲说啊，这个是不实啊，这是。我举例来讲哦，《自由时报》这一篇的那个报道，它的标题是最耸动的是在哪里？它的最耸动是说，他说删反共党章换正习会，就是说质疑你国民党用反共的立场，好，这个去除掉反共的立场要来换正习会。那所以我的这个文字声明里面当然要最清楚，就是说很简单，你不用讲那么多等什么1、2、3、4点，不用，你就讲本党坚持反共立场从未改变，或本党坚持反共立场绝不动摇，就这样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特别去摘录，不是摘录，是全文啊。国民党的整个的这个说明里面哦，他的文字声明哦，他说拒绝造谣这个煽动，捍卫两岸和平。第一点说这个是内幕啦，操纵政治啦哈。然后呢，这种做法屡见不鲜，没有提到坚决反共。你看第2点，他说哎呀，这个意在掩饰赖政府牺牲民生经济挥霍这么巨资军购的司马昭之心，全文没有反共。第3，一样啊，本党愿承担什么责任，但不耻什么恶意捏造的所谓的门票说，全文没有任何反共的字眼。第4点一样，反对台独以避战，92共识以谋和等等，全文里面没有坚决反共2个字。包括刚刚委员，我刚刚也很仔细在听啊，他从他嘴巴里面也没有讲说，国民党现在的立场就是坚决反共。立场绝不动摇。以我们的徐国勇秘书长他的22法则啊，这样的新闻稿会被他骂的，你知道吗？你不养的地方烧到流血，但养的地方都没烧到。自由时报质疑你的是什么？质疑你是删反共党章，结果你全文没有提到说本党这个反共立场绝未改变，没有。这讲东讲西就是不敢讲反共2个字。因为这个你讲的声明稿是针对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只是讲他这个声明是假的，这条件说没有这个东西，当然不会特别去讲到反不反共问题。自由时报的标题就是反共，那另外就是说你们删反共，那没有反共党章是另外一个新闻。然后那个新闻，国民党的确，国民党应该党中央应该没有跳出来针对这个新闻回应，因为副主席张荣庚已经跳出来说没有这个回事。那我们没有要把反中党章删除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反共啊。
这还需要讲吗？那我们都已经否认，然后我觉得没有事情，你现在要我们澄清，我们怎么澄清？没有做就没有做嘛。你新闻稿牌就针对重点澄清啊。本党不然你就讲啊，你就说本党现在立场，你现在是不是国民党发言人？本党反共立场绝不动摇就好了。你能不能代表国民党讲话？我国民党的，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其实在回避的。我在跟大家讲，党国防这个事情，从过去到现在，今天才有血淋淋发生啊。刚刚委员说希望可以讨论啊，最好的讨论就是在国会里面，不是吗？由不同党派的所谓的国会议员代议士，针对军购的条例未来的预算，一条一条、一项一项检视，不管公开机密，通通都可以讨论。结果呢，他连讨论都不让你讨论。把你挡住，就像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去如果不是国民党挡了69次军购，现在哪里什么海鲲号8艘柴油检验早就在台湾海峡附近巡守了。所以我认为国民党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如此。这个是不是一张门票不晓得，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国民党这个用来跟这个中国交好的一个象征啊。我用国民党的反共党章可以大声的说没有要动。没有要动啊，就副主席都说没有要动了，这有什么好疑惑啊？好，国民党反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很难吗？那我不懂啊，就是好像博跟子怡说，我是男生，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就是男生，我要怎么去证明？我就男生，我干嘛证明？我党章就没有删除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吹毛求疵的去讲说，新闻稿里面没什么东西，我刚刚随便看了一下。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我不知道，但朱立伦主席也一样啊。他在任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前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也讲啊，这在国民党里面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觉得困难的地方。但你要所有的项目，我们回的项目就不一样。如果今天那新闻稿真的是针对删除反对共产主义的党章的话，当然我认为新闻稿里面要出现。但因为那个新闻稿是针对那3个条件去回应的，那我觉得你这样子去讲。不太公平。这里面讲你们反共的那个3个门票，外界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合理？我觉得国民党要给一个大的解释啊。你今天你何必去挡这个国防呢？你连程序委员会都不让他进去。上空，请问一下，对于郑丽文主席，我刚刚讲他非常洋洋得意，讲说因为他上来以后，然后国民党大家目光的焦点啦，所有这些。那但是对于2026，尤其要参加地方首长，那是1对1的嘛，大部分人来讲应该1对1。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你要拿到50%以上的选票，那对他们来讲，未来会不会出现东南自保？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各候选人要不要邀郑丽文去站台。其实它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就好像陈水扁那时候要帮立委站台，立委能不请最好不要请。第2任的时候能不请最好不要请。那总统硬是要来，党主席硬是要来，好吧？我以前的造势场合，总统第1届来，哇，1万人、2万人；第2届200人、300人，场地越小越好，意识到了就好。就你要来嘛，我没办法嘛，我不希望你来嘛。跟马英九那个后期的时候要去助选，大家也不希望他去啊。就那我举一个例子。县市长马英九第2任县市长选举，马英九要去一个县市，那个你知道总干事有多头痛啊？把那个议程拿来看，怎么会安排这个地方？不对，不能在这个地方，跟候选人的老婆快吵起来。因为总干事是说，拜托你不要安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蓝的基本盘，你再叫马英九去跑光光，麻烦你安排哪里眷村啊，那个蓝营的基本盘很坚厚的，你去那边，去那边就好了。已经安排好了，是吧？总干事跟老婆几乎快吵起来，候选人老婆吵起来，你就知道当时，光是安排马英九有多痛苦，有多痛苦。我不能让你到一般地区，我只能安排你影响你一定要来，我就只能安排影响性最小的深蓝地区，让你在那边去。那郑丽文会不会重复这个状态？我觉得如果他一直不修正会到目前为止你觉得都还没修正吗？没有啊，你看那个柯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拜托你要去，赶快去。对，好，早一点去。他说，如果有正席会，那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因为要让你不要选前来时间，对，你不要选前来。他说时间可以稀释啊，让时间可以稀释。那为什么？就是怕嘛。对，万一你们讲错什么话，我们要承担呢。
他说时间可以稀释啊，让时间可以稀释。那为什么？就是怕嘛。对，万一你们讲错什么话，我们要承担呢。你郑丽文已经当党主席了，这个比美盘小腿还要严重。这个你不用选哎，当我们要选哎，我们要选哎，要去请早。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后面会有其他的事情掩盖前面的事情嘛。所以要去请早。你不要选前去，选前那个效应发挥刚好影响选举。所以你说会不会怕？当然怕啊！怎么会不怕？今天讲110点的话，你认为蒋万安是郑丽文，拜托你来帮我站台，或是张善政，拜托你郑丽文一定要来，会吗？你认为会吗？这就到最后就只有一件事，提完名以后，我跑我的，郑主席没空，就不用来了，不勉强，不勉强。所以大家在聊说大家在挑，你可能明年1月、2月，国民党提完名的竞选总部全部开完了，因为你在大陆，我赶快把竞选总部给开完了。真的里面就有人在讲这个笑话啊，就是说探究郑丽文最没空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大家开竞选总部的时候，因为你不用来，不用来。有人傻傻的说不会啊，我在看那个好几个人同一天，那个大咖比我多，我来一下，我来假装邀请一下。我说千万不要，万一大咖都没邀请，然后他坐在那边刚好你邀请，你认为他会很忙？他说好，那其他的我都不去，你去，你不是倒在那边？他就说对这也不行，我竞选总部悄悄的开就好了。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大家想法是这样，你认为没有效应吗？可是郑丽文难道不知道吗？郑丽文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地方选这样，大家有这样，其实他光听大家的发言，什么如果要郑吉伟，如果有尽快，那后面时间还可以稀释什么？当你听到这些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前面这一段的发言啦，或所有行为举止，会不会真的有影响？难道不修正吗？我觉得他现在在处于自嗨的阶段，所以旁边的人都听不出来。你看他讲什么，我当选怎么样，我怎么样？所有的国际媒体都在排。他现在还在自嗨的阶段，自嗨的阶段过程中，等到这一段时间过了，没有人要理他的时候，你再看他要不要修正嘛。离岛建设条例，陈玉珍的2个案子，抽出进步2读，请问你他摆在委员会多久了？1年。突然之间，12月2号，在委员会1年突然之间抽出进步2读，里面涉及自由贸易示范区，然后涉及到大陆人民机构、法人来的项目投资。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说法，你印回去那3条件说的时候，奇怪，怎么这么吻合？像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行为举止，这长期来观察，是不是这些做法会让大家觉得跟这几个不是讲那个门票，而是那几件事，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感觉上那是因为这些以前做的事？但阿淼2个，第一个，郑丽文主席，这最近2则新闻，你看了以后。一方面他说他人气高涨，然后所有人对他很有兴趣，包括外国使节啦都要跟他聊。然后一方面有一则新闻说他的在直播的声量雪崩，然后什么一大堆的。但到底现在声量是怎么样？可是毕竟他是国民党主席，相对来讲，黄昌会才刚结束，那个时候就是蓝白合之间所有的讯息震天尬响，因为未来一定是主轴。可是现在看起来，除了郑丽文主席的声势真的往下掉吗？然后包括对黄昌主席来讲，今天礼拜2，然后礼拜2《镜周刊》又来的，这次就是包括他的那个是不是包括林贵，那凯斯国际的钱是怎么来的？所有这些全部都被摆在里面讨论啊。这个我们经常讲，观察一个人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对不对？这个才是去观察一个人最全面。那可是我也觉得说，依照郑丽文现在当国民党主席的态势，我觉得绿营也不能掉以轻心，觉得说郑丽文坐镇啊，将来郑丽文会变提款期啊，所以选举很好打。我觉得这观察不尽然正确因为我觉得国民党这10年来在行销跟文宣上面有变得越来越灵活。也就是说，他们把听其言的部分放得很大，
这个讲的宣传的这部分放得很大，而且很有效果，去掩盖了一些其实本来应该会这个让选民觉得很不开心的实际上的行动，把它盖住了。比如说像刚才在讲说，为什么过去有一些法案突然的就把它抽出来，这个要准备进复核，因为风头过了嘛，然后再加上说，民进党的执政团队在这段日子，其实国民党不断的去试探之后，会发现说，民进党对议题的主导性很弱，几乎从立法院一就任一路以来，就算经历了这所谓的罢免，到现在全部都是国民党在主导议题。所以郑丽文这个有人说他是双面刃，但这个双面刃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收起来的。像这个网络上有个粉专声量看政治，他就做了一个郑丽文依照政治立场他的逐日线图，直播观看数。你看，不管是泛蓝、泛白、泛红的这个直播观看数，相较于他刚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都要向下掉。有人就把它诠释成说，你看郑丽文他是不是退烧了？他是不是不红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看他直播了。但我的观点是这样，他在选党主席的时候，赵少康不是有分析过说有境外网军在帮他嘛，对不对？那这有党旗的嘛，现在党主席选上了嘛，就不会继续了嘛，就是行销一阵一阵的。那另外一点，这个郑丽文的题目相关的直播观看数的下降，其实也显示了郑丽文他这段时间的言行不出圈啊。郑丽文这段时间的言行不出圈，对国民党有利还是对民进党有利？对国民党有利耶。郑丽文什么祭拜共谍无实，又去跟蒋介石讲说国共要和解，然后一下子就说，哎呀，这个他的这些统派的言论不出圈，只有少数我们关心政治的人知道。所以刚刚讲说选举的时候，他一定变票房毒药吗？我觉得国民党人也越来越灵活了。说真的，未来郑丽文在台湾辅选的时候，国民党会举办那种小型客厅会，20个人，就说国民党走入草根，我们小型客厅会，这个郑丽文主席来跟这个老伯伯聊天，对，那参与的人也很高兴啊，全部找深蓝，对的，新闻也不大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些瞄准了中间选民，也没看到郑主席讲什么，对国民党候选人来说，这刚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重点是说，对于郑丽文和国民党他这样子，他其实两面手法嘛。郑丽文讲习近平要听的话，国民党的民代在台湾讲一些台湾人爱听的话，听其言你是口吐芬芳啊，但是观其行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恶行恶状。OK， 阿淼，你觉得今天媒体让金正官所讲黄昌主席的那个，包括他的凯斯国际的资金怎么来，然后这些包括李丽娟的角色这些，对于他这个案子，你因为你是科班出身的，你自己判断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现在对黄国昌来说，要安全下庄有2大的这个庄脚固庄就好。第一是李丽娟，第二是李光新。只要这2位呢，他巩固住，那他在司法上不见得会有什么大问题。李丽娟他怎么巩固呢？因为如果要是真的这个案子也要侦办的话，李丽娟一定会传来以后，肯定问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单纯嘛，就你是不是实际负责人，那个资金到底？因为今天媒体上讲的是说，凯斯国际公司成立，你要有一笔资金，然后去验资嘛。他是讲说验资的那个资金是，对，这算姻亲了，对，是高辉他太太的妹妹高辉的表弟，对，小姨子的表弟，对，表哥 ，OK， 对，说是不是由他临柜去给媒体是这样讲的，反正黄昌主席有讲说对媒体讲的不实的，他都要提告啦或什么，可是光李丽娟这些，包括实际出资或所有这些，对他来讲，你说要顾住2大，一个是李丽娟，一个李光新嘛，那这怎么顾？我觉得李丽娟其实是一个很稳的人，因为你看，因为这个狗仔案的讨论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从一开始这个凯斯国际这个神秘李丽娟是谁，然后被发现说他怎么有投资民报，还有民调公司，是个低调的大亨吗？怎么台北的政商界没人听过？后来又发现这个大安区的华夏里面有黄国昌太太跟小孩的户籍，再发现这个凯斯国际跟黄国昌的小姨子登记同个补习班，然后李丽娟是补习班老师，这些种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看李丽娟她是很稳的她持续在这个高市私塾做补习班老师而且还正常的带孩子上下课她一点都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临时被找来当人头会惊慌失措或者是跑不见，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便他只是挂名人头负责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头啦，而是跟高家甚至是皇家
有相当信赖关系的一个。即便他只是挂名人头负责人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头啦，而是跟高家甚至是皇家有相当信赖关系的一个，所以他不见得会那么容易的去这个好像这个小白兔一样啊，检察官一问吓到了就一五一十。那甚至第二个就是说，黄国昌他也是康奈尔法学博士嘛，他有很多律师好朋友嘛，好，比如说如果李丽娟被传唤，郑生源律师还是哪位律师可不可以同行啊？对不对？所以对黄国昌来讲，我觉得李丽娟其实她是一个有可能很巩固的。那另外一个李光新啊，就是黄国昌称的这位 Cindy 哦，那更容易啦，因为他已经出国2个月了嘛，那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还没回来也不知道。李光新他的家世背景非常好，有没有可能第2本护照？有没有可能跟柯文哲的账房一样，就此这个逍遥海外环游世界？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2个解决掉的话，其实我觉得黄国昌的防火墙还是非常的巩固啦。那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政治上面有这个跟你密切的狗仔公司一直在跟拍其他党派的人，然后甚至还有卖照片的这些问题，在政治上面是不是经得起检验？但是如果他掌握了党权，他还是会有10%的禁卫军啊，就是他们的白卫兵啊，会把它巩固捍卫啊，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蛮有自信的，所以当谈到李丽娟跟李光新的时候，这2点大家可以注意哦。谈到这2个人的时候，他非常谨慎，要么是发文字声明，不然是照稿念。这2个人就是他极力会巩固的人。OK， 我不知道委员对于媒体上报道阿扁前总统会不会到媒体上面去主持政论节目，你们什么看法？不是，重点是就是说那个电视台当时跟 NCC 沟通是怎样的条件，能不能成立政论节目？好，那以及阿扁如果就是说，当然阿扁总统他应该这个现在到底是什么法外就医嘛？对啊，法外就医还是法外就医啊？还是我都搞不清楚，在外面太久，因为他已经正常人了，所以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那如果今天是有刑在身的人，但因为法外就医可以做这么多那么自由的事情。我当然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民众观感上一定会觉得很不好啦。那就是说，台湾法律发生什么事情，难道只要当过总统，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是他法外就医可不可以去主持政论节目，这第一个要讨论哦。然后再来就是该家电视台他成立政论节目，我清楚，我听闻是当时跟 NCC 是有一些协议在的哦。那项目透过某些方式让它变没有那么像传统政论节目。那 NCC 就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洪文凯委员吧？在质询的时候问 NCC 的官员说：“那请问那该怎么惩罚 ？”NCC 说：“我们警告，对不对？警告代表什么东西？以前学校里面有3个警告换1个小过，还有明确的。请问现在 NCC 的警告代表什么？那当然会回到蓝营的部分，回到很多人部分，就会开始比较NCC 对于阿扁总统那个电视台，以及 NCC 对于中天等等其他电视台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这的确会让大家对 NCC 执法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质疑，也会影响到他接下来面对不同电视台处理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公平性 ？NCC 我最后讲一下 ，NCC 从国民党在野，我们不断打到现在还打不完，NCC 给我们那么多料打，为什么呢？把事情做到一个基本公平，其实大家都能接受，但问题是因为不公平，所以值得被监督的。OK， 来博文，对于阿扁前总统这件事情。有人就直接讲说，这不是给赖政府出难题吗？因为这件事势必要摆在阳光下被大家检验，中间不是有什么五不原则啦，所有这些吗？这个台湾的民主化程度没有什么东西不摆在阳光下。是啊，所以这件事很简单，就是一切依法处理嘛。就是说，这个法务部怎么样去认定 ，NCC 怎么样认定，我觉得就怎么去处理，这个很简单，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但是我倒是这个拜托国民党，就是说 NCC 委员赶快让他通过吧。我觉得总不能怎么提，就是都是，除非好像例如说好像非得大法官非得提汪小玲才算是适当人选，怎么提都没有提到一个任何适当人选，都是全盘否决。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对国家整体运作也不好。所以刚刚讲到 NCC 的部分，我倒是希望就是说，国民党针对 NCC 委员，针对这个未来要提的这个中选院委员，还有大法官可以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理。我总觉得。这个提出去，每个人的名单，他的背景都要接受检验，不可能每一个都是不合你的意，或每一个都不适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长期这样杯葛下去，我觉得对整个国家不好。OK，
上公可不可以简单回应一下，为什么阿扁会直接媒体上讲说他要去？如果真的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么肆无忌惮？其实已经给他了很多条件，但是他哪一个条件没有突破过？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长期这样杯葛下去，我觉得对整个国家不好。OK， 上公可不可以简单回应一下，为什么阿扁会直接媒体上讲说他要去？如果真的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么肆无忌惮？其实已经给他了很多条件，但是他哪一个条件没有突破过？请问一下，他哪一个条件没有突破？我觉得一件事，他是。对绿营而言是个麻烦，是个麻烦。当初保外就医以及他的法院的审理停止，为了什么原因？保外就医嘛，是啊，不能来嘛，生病嘛，身体嘛，对啊，身体嘛，无法完整陈述嘛，现在可以去主持电视，可以完整陈述，可以跟来宾对话，你说？社会上会怎么接受？但是你反观看陈水扁，他什么时候不管是从脸书上广播接受采访，那时候说不能接受采访，照接受采访什么，他哪一项没有突破过？然后带着陈情书走向凯达格兰大道，因为排黑条款帮他儿子递陈情书，没有吗？都有啊。现在又力挺陈亭妃，力挺什么？这不是政治吗？他哪一项没有违反？他哪一项没有违反？那今天哪一项没有违反？那就看法务部啊，看民进党政府怎么处理啊。我就说他是一个民进党的麻烦嘛。你要处理他吗？你不处理他吗？不处理就受伤啊。处理他吗？也受伤啊。他真的是一个很难应对的人。OK， 可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在全世界，我相信尤其是会关心地缘政治人都会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首相的一段话，当然你说那个紧张的关系一直都在，但上公，可不可以花1分钟告诉我，这跟电影拍的情节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射控雷达直接锁定歼15碰到 F15， 直接锁定人家，这个就是摆明。这下一步如果再往下，就是直接射飞弹啊。那有人说火控或是射控其实是同一个名词啦。那一个火控雷达一扫到你的时候，开始帮你照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通知射控系统，你的飞弹未来的距离跟你射出去的角度，就已经开始要进入被锁定的人这边雷达就会响，雷达就一直讲一直响，就知道说我被锁定了，我被锁定。那基本上，如果说被锁定者，他一定某种程度上，如果在实际状况他要逃脱，他要摆开锁定嘛，那摆开锁定，它会造成危险嘛？为什么？因为歼15跟 J15J 那个15J F15J 其实是在视距外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它是那个雷达的扫描它是在对方那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只差一件事按下去飞弹就出去了。是啊，我所有射控，而且他那个射控第一次锁定的时候是3分钟，第二次锁定是31分钟。不同的飞机，锁你31分钟，那等于说你飞来飞去，他就一直在锁着你31分钟，那个一按下去，飞弹就出去了。飞弹就出去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按，你在说我，但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在国际之间，一般来讲，这个叫一定不会去挑衅这个样，太挑衅了。这个已经太挑衅了。你说我们 F16跟中国的飞机每天在海峡两边喊来喊去，也不会用火控去随便去锁你那个是很严重的行为。那等于说是我锁定你，我在模拟要把你打掉我要模拟把你打掉虽然我没有按下去 ，OK， 但我已经实际启动射控系统，扳机扣了，就等于说我子弹什么全部上膛了，不是
连距离、连发射角度都已经跑到射控系统，已经开始在计算哦，还不是说我在瞄，它已经开始在计算，因为是视讯啊。这样的一个行为，你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一定强烈抗议，就算2个都集权国家也抗议，一定抗议。所以这就是高市早苗一直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集体防卫权一路下来不愿意改口下的事情。OK。所以这件事情，高市早苗首相跟日本的小泉防卫相都发表了严厉的谴责。那对老共来讲，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说法。可是地缘政治之下，未来像这样紧张的情势还会出现吗？地缘政治最怕的是擦枪走火，希望都不要出现。那未来还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